贝爷的手里正拿着一只狼蛛，见美女躲得老远，十分害怕，于是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整蛊计划。这位被吓的美女来头可不小，她就是《权力与游戏》中王后瑟西的扮演者琳娜·海蒂。琳娜曾依靠着这部奇幻剧多次获得了艾美奖，今天她就要和贝爷一同前往伊比利亚半岛，进行一场惊险的荒野求生。贝爷为了迎接王后，坐上了精心准备的滑翔机就出发了。当琳娜见到贝爷的那一刻，直接惊呆了。毕竟这种出场方式，也就食物链顶端的男人才能想得出来。现在贝爷要用滑翔伞带着琳娜飞到山里，在那里开启两人的惊险之旅。一开始琳娜还因为恐高显得有些害怕，可当她看到脚下壮丽的风景时，兴奋则慢慢战胜了恐惧。经过短时间的滑翔，俩人再次回到地面，等收拾好装备后就出发了。未来2天，他们将用双腿走遍这片荒野。琳娜面对未知的旅程表示自己很兴奋，尤其是在看到这片碧绿的湖泊时，但贝爷显然就没那么高兴了。他看着复杂的地形，眉头紧皱，一边是湖泊，一边是刀削般高耸的石壁。如果想要继续前进，就必须在这2条路中选择其一。思考了片刻后，贝爷决定从石壁上前进。说干就干，贝爷拿着绳索就走上了石壁。在这种狭窄的石壁上行走十分考验平衡力，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掉下60米高的悬崖。但好在贝爷顺利地走了过去。等固定好安全绳后，就轮到了琳娜。刚开始就要面临如此危险的场景，琳娜很害怕，但她并没有退缩，而是不停地用笑来掩饰内心的恐惧。这不禁让贝爷刮目相看。很快琳娜就来到了贝爷身边，就当俩人以为克服了困难可以顺利到达对面时，发现石壁的中间断裂了一块，而且断裂的缝隙很大，想要跨过去显然不可能。可如果再返回，肯定不是贝爷的性格。当即他就决定从石壁的侧面绳降下去，先把绳索绑在了一棵小灌木上，然后再将绳索给抛下去。现在琳娜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都怀疑起了人生，但贝爷却丝毫不慌。他把琳娜和自己绑在一起下降，可随着琳娜的晃动，贝爷的脸色变得越发难看起来。原来是安全绳刚好卡在了贝爷的下半身。琳娜看到贝爷的尴尬后，则是很没有同情心的笑了起来。就这样度过了极其难熬的40秒后，两人顺利踩到了地面。在湖泊旁，贝爷正盘算着怎么绕路时，突然好像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贝爷兴奋地提溜着2只羊腿，这应该是他最快找到晚餐的一次荒野求生了。琳娜看着贝爷手中的羊腿，情绪十分复杂，心想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？还没等他质疑，贝爷就开始了科普。看这羊腿的色泽状态，应该是被秃鹫啃食过的。秃鹫喜欢吃羊骨髓，但它的牙口不太好，啄不开，只能从高空抛下，把骨头摔碎才能吸食骨髓。不科普还好，科普完琳娜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贝爷则是不以为然，甚至还兴奋地告诉他，自己似乎已经闻到了鲜香的羊骨髓味了。接下来就将羊腿往琳娜的背包里塞。尽管琳娜十分的不情愿，贝爷还是执意要把这2个被秃鹫啃食过的羊腿当做晚餐。看着琳娜惊慌失措又抗拒的模样，我差点笑出了声。说好的怜香惜玉，怎么就变成了辣手摧花？果然在贝爷面前，晚餐高于一切。或许是在羊腿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，又或许是贝爷有了晚餐就开始不思进取了。看着渐渐落山的太阳，他决定先找个地方安营扎寨，而这片平坦的小树林就很适合过夜。附近不仅有可以用来生火的枯木，还离水源很近。至于睡觉的床，就可以把之前携带的滑翔伞铺在地上，这东西是很好的隔热材料，里面的空气就像羽绒一样，保暖效果特别好。可是想要在这里过夜，只有他显然是不够的。贝爷又开始寻找枯树枝，准备生堆火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只狼蛛很不幸的被贝爷盯上了。兴奋的贝爷连忙用树枝挑起来，想要让琳娜跟他打个招呼。琳娜见到这一幕，立马躲得老远。突然，一个整蛊计划就出现在了贝爷的脑海中。但是为了晚上能在这里睡个安稳觉，琳娜不得不尝试接过狼蛛，想要把它放到远离林地的地方。看到这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贝爷有些过分？那你可真是冤枉他了。这次贝爷可是别有用心，他只是想要帮助琳娜克服对蜘蛛的恐惧，而琳娜也真的做到了。比起蜘蛛，眼下他更不想面对的是那2只什么也不剩的羊腿，但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贝爷对这2只羊腿可是觊觎已久，好不容易到了晚饭时间，那还不得抓紧时间大饱口福一番。一想到滋滋冒油的羊骨髓，贝爷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干劲。贝爷利用小刀将羊腿骨敲断，然后剔出鲜红的骨髓拿给琳娜看。看琳娜抗拒的表情就知道，此刻她的食欲又减少了1分。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贝爷的兴致，他将骨髓放在火上炙烤，没一会的功夫，火堆就烤干了骨髓中的水分。看着香喷喷的烤骨髓，贝爷先是绅士地递给了琳娜一块，想要邀请她先品鉴品鉴，可琳娜却显得十分抗拒。很显然，她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种美味。再看看贝爷，则是像吃到什么美味大餐一样，但是为了补充能量，琳娜只好慢慢地送到嘴边，尝试性地吃了一点。晚饭后，夜幕降临，今晚有了滑翔伞的保温，贝爷睡得格外香甜。只是苦了琳娜满脑子都是自己放生的狼蛛，越想越怕，越怕就越睡不着。随着天空慢慢亮起，勤劳的贝爷又起床工作了。他将树枝摆在地上，打算制作一个木筏用来离开这里。琳娜看着忙碌的贝爷，
这一刻，他突然觉得贝爷无所不能。在经过一番东拼西凑后，一艘简易的小木筏就完成了。只是估计琳娜还不知道，至今为止贝爷还没有打破贝尔必沉号的魔咒。由于不知道这艘木筏什么时候会沉，贝爷拼命地带着琳娜向前划去。在划到一半时，贝爷停止了动作。Why are you not paddling? Keep paddling. 好家伙，你可真是个钢铁直男。不过庆幸的是，这次制作的木筏经受住了考验，成功带着俩人来到了岸边。接下来，他们要顺着山坡继续前进。等爬上山顶后，眼前的风景直接惊呆了琳娜。这里简直像是一座世外桃源，山高水远，草木芳香。同时带领他们逃离这里的快艇就在底下的河流中。虽然快艇近在咫尺，可俩人却不能顺利走到他身边，因为此刻他们与快艇之间还有一个悬崖。这对贝爷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只要轻松一跃跳下去就行了。但对于恐高的琳娜来说却十分为难，贝爷只好用自己祖传的鼓舞人心大法，一遍又一遍地鼓励着他。虽然方法老套，但胜在有用。琳娜最终鼓起勇气，俩人手拉手从悬崖上一跃而下。Oh my god! 当游到快艇上时，这场惊险而又刺激的旅途就结束了。